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生活過得幾好嗎？睇咗我啲影片，身體有冇好咗？如果冇進展或者唔記得內容，就要重溫睇到記得片中內容，對你身體健康就會有一定幫助。唔好只掛住食好嘢，要有節制，或者食好多甜品，吸收太多糖分，好易有糖尿病。我哋之前有講過有關糖尿病嘅問題，如果你未睇嘅，要搵嚟睇。而食太多嘢會引致肥胖，肥胖會產生好多問題。我哋今次傾呢個話題，肥胖。片段內容：肥胖的定義，肥胖的成因，熱量消耗，攝取過多熱量，熱量消耗，運動建議，減肥產品。肥胖引致的健康問題。呢段片唔係廣告，亦無贊助收入，只係同大家分享生活知識。我呢個頻道叫做 You Living TV 你的生活，希望能夠成為大家生活中嘅一部分，帶俾大家一啲快樂時間同埋身心放鬆。我會不斷努力學習，創作更多有趣同有價值資訊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。歡迎大家留言講俾我知。大家要讚好、按訂閱同埋分享。之前呢個 You Living TV 你的生活頻道。肥胖嘅定義。超重包括肥胖，即體重按身高調整後超過體重120%。體重指數係量度過重嘅其中一種方法，體重以公斤為單位，除以身高。針對成年人體重指數達23.0，少於25.0公斤米，而即屬超重。而體重指數達25.0公斤米以或以上即屬肥胖。除咗體重指數外，其他常用肥胖定義包括腰圍體脂率和脂肪分等指標。腰圍超過男性102厘米，即40寸；女性88厘米，34寸。肥胖嘅成因。體重控制好多人覺得難以掌握，不過體重問題主要成因其實好簡單，吸收熱量大過付出，以致失衡熱量攝取。熱量攝取主要透過食物及飲品，經常進食高脂肪或高糖分食物，進食太少水果、蔬菜、全穀類食物及豆類等高纖食物，導致攝取過多熱量。經常外出飲食及選擇高熱量食物，其他導致進食過量的心理或行為問題，都可能令身體攝取過多熱量。熱量消耗，身體基本新陳代謝功能如心跳、呼吸和調節體溫等，以及日常運動均會消耗熱量。日常生活若缺乏運動，經常坐住睇電視、打遊戲機、玩電腦、上網等，功課太多，課餘時間仍要溫習，父母唔鼓勵或無時間帶子女進行運動，將會減低身體熱量消耗，增加肥胖風險。其他引致肥胖的因素。年齡，肥胖的風險一般會隨年齡增加。遺傳因素，體重不但會受基因影響，同時因其他家庭成員相似的生活模式影響。種族都會影響肥胖。熱量取決於哪些因素？每人每日所需的熱量取決於不同因素，例如嬰兒、兒童和青少年發育迅速，所需熱量都因此比較多。懷孕或授乳婦女都需要更多熱量嚟滿足胎兒發育。身體結構、肌肉發達和脂肪較少人士需要較多熱量，
因為肌肉比脂肪組織燃燒更多熱量。年齡較年長人士因為體內肌肉與脂肪比例及荷爾蒙分泌有所改變，因此新陳代謝率和熱量所需通常較低。性別，男性新陳代謝率和熱量需要通常較女性高，因為大部分男性肌肉百分比較高，體內脂肪百分比則較低。工作性質與體能活動量，體能活動量越高，所需嘅熱量嚟維持呢啲活動量面較高。避免攝取過多脂肪和熱量。參照健康飲食金字塔嘅份量比例，糧食不同缺類嘅食物，以培養健康嘅飲食習慣及避免偏食。選擇熱量較低嘅小食，如水果、車厘茄、脫脂奶、合粟米、栗子等，改變生活習慣。避免喺糖果店或超級市場內嘅零食部流連，減少購買零食。避免經常外出到茶樓食肆、快餐店等用膳。如要外出用膳，應選擇好淡嘅食物，如湯麵、切雞飯、去雞皮及少油、合薯仔等。培養良好嘅嗜好，如閱讀、繪畫等，以避免因無聊而無節制咁揾嘢食。當購買食物時，盡量購買新鮮食物。因為罐頭和加工食物通常喺加工過程中添加了大量糖和油分，或選用高脂肪、高熱量食材。選擇瘦肉，避免購買腩肉、排骨等高脂肪肉類。多購買不同種類嘅蔬菜。多食蔬菜能增加食物體積，增加飽肚感，有助減少進食過量。建議每日進食最少3份，約240克或6兩蔬菜。選購低脂或脫脂奶、低脂奶類產品或沙律醬等。烹調前先去除肉類中脂肪或皮層，喺烹調後丟掉剩餘脂肪。嘗試以蒸、燉、燜、白灼或少油快炒等低脂肪烹調方法嚟烹調菜式。用生粉加水或用低脂食材熬製的清湯作汁料，能減少烹調時使用的油分。選用植物油及避免使用牛油和豬油等動物脂肪，雖然植物油和動物脂肪所含的熱量相等，但動物脂肪含大量飽和脂肪，可增加血膽固醇水平及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。撇去湯麵脂肪與油分。進食習慣平均分配每日早、午、晚3餐。避免食宵夜飲食要定時定量，食用時要慢慢咀嚼。避免一邊進食一邊睇電視、電腦、手機閱讀。避免喺食物中加入調味料如茄汁、沙律醬等。先飲湯同食蔬菜，因會增加飽肚感，減少過量進食肉類和穀物。餐湯可選擇菜湯或清湯。減少進食含大量醬汁，例如肉汁和奶油製成醬汁。減少進食肥肉、家禽嘅皮同動物內臟等含動物脂肪和膽固醇的食物。注意食肆提供肉類分量過多，成年人平均每日只需5至8兩肉類。減少進食炒飯或炒麵，都應減少進食添加埋肉汁或醬汁嘅肉類或穀物。選擇無添加糖嘅嘢飲，以減少糖分及熱量嘅攝取。減少使用醬油、沙律醬、茄汁與辣椒醬調味，會增加食物的熱量和脂肪。熱量攝取對減肥尤其關鍵。食物簡單可分為3大類。第一類，熱量甚低，隨意進食，綠葉蔬菜及瓜類，菜心、菠菜、西蘭花、冬瓜、節瓜、青紅椒。菇菌類，
雪耳、雲耳、冬菇、草菇、金針。調味品如醋、胡椒粉、薑、蔥、蒜頭、辣椒、花椒、八角及各種香草等，可用少量鹽、豉油、糖作調味。無糖烏龍茶、玄米茶、綠茶、紅茶、菊花茶、清水、茶、齋啡、鮮檸檬茶、清湯。第二類含必要營養素適量進食：五穀類、飯、粥、麵、麵包、鹹麵包、鹹餅。根莖類蔬菜：薯仔、芋頭、番薯、青紅蘿蔔、南瓜、粟米。豆類：紅豆、綠豆、眉豆、黃豆、粟米、栗子、豆腐、豆漿。水果及100%純果汁。奶類：脫脂奶、低脂奶、低脂芝士。肉類：瘦豬肉、牛肉、魚及其他海產、家禽、蛋。第三類熱量：糖、脂肪過高減少進食，各種糖類，白砂糖、黃糖、冰糖、果糖、蜜糖、糖果。高糖分飲品，所有汽水盒裝、樽裝甜飲品、煉奶。甜餅、甜麵包及糕點，夾心餅、曲奇餅、菠蘿包、蛋撻。減少進食：午餐肉、回鍋肉、腸仔、忌廉湯、肥肉、雞皮、豬腳、內臟。需要增加熱量消耗。定期進行適量運動能有效減少脂肪積聚，令控制體重效果更持久。多參與有益身心活動或興趣班、做家務等消耗熱量活動。運動建議：要符合運動定義，最少要符合2個條件：要涉及大肌肉嘅活動；二係活動期間要有心跳加快嘅跡象。調整心態，明白運動可減少身體中脂肪，即使體重冇明顯轉變，亦對減肥有幫助。培養運動習慣，持之以恆。運動量和強度應循序漸進。成年人每周應最少進行2日肌肉強化活動，中等大樣運動，例如急步行、跑步、游水、單車、太極等。日常生活亦可增加活動量，如以行樓梯代替搭電梯，提早落車增加步行時間等。坊間有部分減肥產品冇完善監察系統去保障其效用和安全性，未必有助減肥，可能導致各種嚴重副作用。如要使用藥物減肥，先經醫生詳細評估，切勿自行服用藥物，或會引致健康問題。目前已有廣泛研究探討肥胖對健康的影響，顯示死亡率會隨肥胖程度增加而上升。肥胖亦會增加患上慢性疾病風險，包括高血壓、心臟病、高膽固醇、糖尿病、腦血管病、膽囊病、骨關節炎、睡眠窒息症、癌症、魚乳癌、前列腺癌、結腸直腸癌及子宮內膜癌。總結：肥胖有好多成因，包括飲食習慣、運動量不足、家族遺傳、藥物副作用等，但多與不良生活習慣有關。成功減肥的首要條件，要製造能量上負平衡，不外乎控制吸收熱量或增加消耗熱量。總括而言，從飲食和運動入手。
由於肥胖呢個問題所觸及範圍太廣泛，以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。如果大家對肥胖有疑問，詢問你嘅醫生或營養師。到影片最後，大家有咩意見或者有啲內容想講，可以留言俾我知。如果唔記得影片內容，就再睇返，對你嘅健康好有幫助，而且對你嘅家人、朋友嘅身體有好大影響，所以要重溫內容。要讚好，按訂閱，方便重溫影片同分享支持頻道。You Living TV 你的生活會繼續跟大家分享生活資訊、健康知識、美食推薦、簡單料理。記住呢個頻道 You Living TV 你的生活，關注你的健康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下次見，See you later。